今天我们来聊聊佛教史上最传奇的故事之一。释迦牟尼佛只用了7天7夜，从一个普通人变成了大觉悟的佛陀。这听起来很玄乎吧？他究竟经历了什么？在成佛的瞬间，他明白了什么道理？更神奇的是，佛陀在成道之后，告诉弟子们一个震撼的真相：我们人类本来都是佛，只不过自己忘记了。如果按照佛陀指引的道路去做，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跳出6道轮回，获得觉悟。现在就让我们深入浅出地把这段故事说给你听。故事要从2500多年前说起。在古印度迦毗罗卫国，有一位年轻的王子，名叫悉达多·乔达摩，也就是后来释迦牟尼佛。悉达多出生时据说瑞相纷呈，有预言家断言他将来不是成为转轮圣王，伟大的世俗帝王，就是出家成为觉悟真理的圣者。他的父亲净饭王可不希望儿子去当什么苦行僧，所以从小对悉达多是百般呵护，让他生活在奢华舒适的宫殿中，远离世间痛苦。一连好几座宫殿，无数美食歌舞，王子享尽荣华富贵，可以说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神仙日子。然而悉达多渐渐长大后，内心并不满足于纸醉金迷的生活，他隐约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空虚，总觉得生命中似乎缺少了什么。有一天，他终于出了皇宫，亲眼看到了令他震惊的景象。城外街道上有满头白发颤颤巍巍的老人，还有身患重病痛苦呻吟的病人，甚至抬着去世者的葬礼队伍从旁经过。生老病死的现实第一次赤裸裸地撞进了王子的心，他这才意识到，原来每个人最终都逃不过衰老、疾病和死亡的命运。悉达多大受触动，他困惑道：难道人世无论贫富贵贱都注定要受这些苦吗？就没有一条出路可以超脱生老病死吗？就在此时，悉达多又看到了一位出家修行的苦行者。那位苦行僧虽然衣着简朴，身无长物，但脸上却带着安详宁静的神情。这个形象仿佛黑暗中的一线光明，让悉达多萌生了新的希望。也许放下俗世的一切，去寻找真理，才能解开人生痛苦的谜题。于是，年轻的王子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要舍弃王族的荣华，出家寻道。想象一下，眼前一边是美丽的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儿子，以及奢华安逸的王宫生活，另一边却是前途未卜、风吹日晒的苦行生涯。换作是你，能放下这一切吗？悉达多太子经过激烈的内心挣扎，最终选择了真理之路。在20多岁时的一个深夜，他偷偷告别沉睡的妻儿，剪去长发，脱下华服，只带着仆人和爱马，义无反顾地离开皇宫。相传就在他跨出宫门的刹那，天神都为之动容，天空降下花雨，为这位勇敢的修行者送行。离开皇宫后，悉达多开始寻师访道，他拜访了多位当时印度有名的修行老师，学习冥想和哲理。他非常勤奋，悟性也高，不久就掌握了深奥的禅定技巧，据说甚至达到了4禅8定等高深境界，也就是进入非常深沉的意识状态，连痛觉心跳都微乎其微的境界。这些老师们教导他如何让心静下来，远离世俗烦恼。然而悉达多总觉得，即使入定时心境祥和，出定后依然要面对现实的生老病死，这还不是究竟解脱之道。于是他决定离开老师们，另寻他法。后来悉达多来到一座森林，遇到几位苦行僧，便与他们一起开始了更加严酷的苦行生活。所谓苦行，就是用各种方式刻意折磨自己，认为这样可以清除业障，磨练意志，从而接近解脱。年轻的悉达多对自己极其狠得下心，他每天几乎不吃不喝，据说一天只吃1粒米或1颗麻麦。长期严重的饥饿和自虐让他的身体骨瘦如柴。他饿到什么程度呢？传说中他最瘦时摸自己的肚子都能碰到脊椎骨，整个人几乎只剩皮包骨。6年下来，他承受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大痛苦，身体变得极度虚弱，随时可能丧命。结果可想而知，长期虐待身体不但没有让他获得开悟，反而差点把命搭上。有一天，悉达多饿昏倒在一棵树下，奄奄一息。就在这命悬一线之际，一位好心的木村少女经过，看到这位瘦骨嶙峋的苦行者可怜，
就送上用牛奶煮成的乳粥喂他。悉达多吃了乳粥，身体渐渐恢复了力气。这雪中送粥的少女名叫苏杰塔，她的一碗乳粥不仅救了悉达多的命，也唤醒了他对修行方法的反思。过度的苦行并没有让他找到真理，只剩皮包骨，又怎能静心悟道呢？他意识到，一味折磨自己，其实走入了极端，并非解脱的正道。这时，悉达多悟出了中道的可贵，人生不该堕入奢靡享乐的一极，也不该走向折磨自己的另一极端，而是要保持身心的平衡适度，才能保持清明的智慧。于是，他决定结束无谓的苦行，改以正常饮食来调养身体。悉达多的5个苦行伙伴一见他吃了牧女供养的食物，还以为他放弃了修行，非常失望，便纷纷离他而去。可他心意已决，没有动摇。休养好之后，悉达多来到一条宁静的河边，洁净身心，准备迎接最后的修行挑战。他随后走向一株枝叶繁茂的大树，在树下铺了一些干草，面向东方盘腿坐下。这棵树后来被称为菩提树，意思是智慧之树，因为就在这里将发生改变人类精神史的伟大事件。悉达多深深吸了一口气，心中充满坚定，发下宏愿：如果我不能彻底觉悟真理，宁可在此处粉身碎骨，也绝不从这座位上站起来。下定决心后，他双眼微闭，将全部意念向内集中，开始入定冥思。就这样，悉达多太子展开了在菩提树下连续7日7夜的深入禅定，希望彻悟解脱人间痛苦的答案。那么，在这关键的7天7夜里，悉达多到底经历了哪些惊心动魄的考验，最终脱胎换骨成为佛？那传说和经典中记载了许多不可思议的场景，我们不妨一一道来。悉达多在树下静坐，进入深度禅定的第1天，一场巨大的心灵风暴开始了。魔王波旬，也就是佛教传说中掌管欲望和死亡的魔鬼，察觉到有人要突破生死轮回的束缚，顿时坐不住了。为什么魔王要来干扰他呢？按照传说，如果有人成佛，将会拯救无数众生离苦，这对以控制欲界众生为乐的魔王来说可不是好消息。所以波旬决定亲自出马，阻止悉达多成道。黄昏时分，魔王波旬带领着铺天盖地的魔军逼近菩提树下。你可以想象，那画面：狂风大作，飞沙走石，黑压压的妖魔鬼怪夹杂着毒蛇猛兽，全都朝着树下的修行人扑来。魔王现出可怖的身影，对悉达多大吼威胁：喂，年轻人，我劝你赶紧打消这成佛的念头，立刻回皇宫享福去，否则就让你碎尸万段，死在这菩提树下。面对魔王的种种威逼，悉达多心如止水，毫不动摇，依然安详地坐在原处，仿佛压根没听见。波旬大怒，下令魔兵万箭齐发，要把悉达多射成刺猬。然而让人跌破眼镜的是，漫天射来的箭矢在接近悉达多身体时，竟突然化作朵朵莲花飘然落地。魔军一时惊呆，不敢近前。波旬不死心，又施展种种神通，他掀起狂暴的飓风和瓢泼的大雨，试图把菩提树连根拔起，又搬来巨大的山石雷电砸向悉达多。然而无论魔王使出何种招数，靠近悉达多周身时都如泥牛入海，起不了半点作用，仿佛有一层无形的结界护佑着这位入定的修行者。传说此时悉达多内心一片光明正念，那强大的精神力量化作光芒守护住了他。最终连魔王的3女儿也劝他：父王，这位圣者道心坚定，我们奈何不了他。就这样，波旬和群魔的进攻被彻底粉碎。此时天神护法也现身相助，把残余的妖魔赶得四处逃窜。魔王波旬见武力恫吓无效，只得恼羞成怒地暂时退去。第1天夜里的这场正邪大战可不仅仅是神话故事而已，其实它象征着悉达多在冥想中战胜了内心深处的恐惧、退缩和对世俗荣华的执念。魔王说白了就是我们内在的魔，我们内心的贪、生、怕、疑等等负面念头的化身。悉达多以定力和智慧镇住了这些心魔，朝最终的觉悟迈出了关键一步。魔军溃散之后，传说在第2天天亮时，天空出现了奇异的景象。当黎明的启明星金星再次升起时，天际传来梵天悠远的赞叹声。
菩萨已得一切智慧，光明普照十方世界。一时间，万道霞光洒遍大地，所到之处奇迹频现。传说盲人的眼睛一刻复明，聋子的耳朵听见天乐，跛脚的人竟然站起行走，囚犯脚上的枷锁自动脱落，苦涩的海水变得甘甜，枯木开花，时令不合的果实也成熟了。大地上处处绽放出清香的莲花，仿佛宇宙万物都在欢呼雀跃，庆祝一位伟大觉者的诞生。当时许多天界的众神也降临虚空，向悉达多顶礼庆贺。不过他们虽然感受到不寻常的祥瑞，却还有些疑惑，悉达多太子真的已经彻底觉悟成佛了吗？佛教传说中说，此时悉达多感知到了诸天神心中的疑问，于是他从定中缓缓醒来，移动了一下自己打坐的座位，转身面向北方，平静而自信地开口道：我已经在这菩提树下证得了一切智慧真理。天神们一听，这才完全相信，纷纷心悦诚服地皈依在佛陀座前。而远远躲在北方暗中窥探的魔王波旬，一见此景，内心更加焦躁不安，因为他预感到自己的败局已定。在第二天，我们可以看作是悉达多通过内观，亲证到了宇宙人生的真理，他的心智大放光明，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明状态。天地祥瑞的传说，则是对他内在觉醒的赞美与印证。进入第三天，悉达多，或者现在可以称他为佛陀了，已经击退心魔，也得到诸天礼敬，内心无比宁静喜悦。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并没有立即起身离开菩提树，而是继续安住在悟道的法喜当中。据说在第三天，佛陀从树下站起，在附近来回缓步经行，消除连日静坐后的疲劳。同时，他以觉者的眼光重新打量周围的一草一木，心中充满对天地万物的感恩和悲悯。后人传说，佛陀当时经行的小径被加持成了一条宝石步道，后人在那里建了一座宝经行之祠，来纪念他成道后经行的地方。到了第四天，天界的诸神为了供养佛陀，在菩提树西北侧划线出一座美轮美奂的透明宝塔般的小亭子，称为宝之家。佛陀便在这宝之家内结跏趺坐，盘腿而坐，静静安住于解脱的喜悦中。传说在这段时间，佛陀以无比清净的心境思考着未来的方向，也许也在体验悟后心智的新境界。后世同样在此处建了宝家之祠作为纪念。第三、第四天的经历虽然没有第一天那样惊险，但对佛陀来说意义深远。他在这2天中稳固了自己的觉悟状态，身心沉浸在涅槃妙乐中。可以说，经过先前的剧烈考验后，这几天是暴风雨后的宁静。他没有急着离开，就是要充分体悟这解脱的滋味。魔王波旬见武力不行，又看到佛陀这边众神拥护，气势愈发强大，心中不甘，决定使出最后一招美人计。他换来了自己的3个女儿，她们分别名为欲爱、淫乐、贪欲。这几个名字直接点明了各自擅长诱惑人心的方面。魔王命令3魔女施展魅惑，去引诱刚刚得到的悉达多太子，企图用美色和情欲搅乱他的清净心。3位魔女得到指令后，盛装打扮一番，摇曳生姿地来到菩提树下，宛如3位绝色佳人款款而至。他们在佛陀面前展现出各种迷人的舞姿和笑容，轻抚琴瑟，翩翩起舞，妄图唤起佛陀内心尘封的情爱之念。按常理，一个禁欲多年的男子此刻见到青春妖娆的女子摇摆生姿，难免心动。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佛陀依然双目微垂，神情寂然不动，就像面前只是一阵清风拂过，毫不为所动。魔女们不甘心，变换出更加撩人的姿态，甚至直接凑近他耳边软语呢喃。但是佛陀内心的清凉智慧宛如莲花出淤泥而不染，他关照到这3女子外表虽美，但不过是皮囊幻象，终有衰老枯槁之时，而且她们动机不纯，心中充满诱惑他人堕落的恶念。传说佛陀这时开口，严厉而慈悲地点醒他们：你们外貌虽美丽动人，但内心不正，如同一只华丽的瓶子里装满了臭秽的烂泥，自己不觉羞耻，还想来迷惑于我吗？佛陀这一句犹如当头棒喝，
击中了魔女们内心的邪念。霎时间，她们眼中的幻象被戳破，各自看见了自己真实的身体，其实不堪入目，皮肤下是骷髅白骨和污血脓液，丝毫没有先前自以为的娇美。三位魔女惊恐万分，又羞惭又懊悔，当即收敛妖媚之态，跪地向佛陀顶礼，随即慌乱地逃离了菩提树下，不敢再造次。魔王的美色诱惑至此完全失效，佛陀以清净的定力让欲望的幻影无从侵扰，他的心坚定如山，对于外界的种种诱惑已毫无留恋。第5天的试炼象征着佛陀战胜了人性中最后可能残存的贪欲执着，真正达到了6根清净无欲无求的境界。到了第6天，大概魔王也黔驴技穷，不敢再现身了。然而大自然本身又给佛陀出了一道难题。相传第6天时，天空突然乌云密布，下起倾盆大雨，还夹杂着阵阵刺骨的寒风，滂沱大雨迅速淹没了佛陀坐下的草甸，天地间一片泥泞冰冷。试想一位瘦削僧人静坐树下，遭遇这样的暴风雨，换作常人恐怕早就冻得浑身发抖，甚至病倒了。但佛陀依旧纹丝不动地入定坐着，仿佛感受不到外境的侵袭。就在这时，奇妙的一幕发生了，佛陀身旁的地面突然钻出一条巨大的眼镜蛇，这并非寻常毒蛇，而是传说中的龙王化身。只见这条灵蛇盘绕在佛陀身下，昂起硕大的身躯为他挡风遮雨，并展开巨大的蛇盖，伞般附在佛陀头顶，替他遮住倾泻而下的雨水。就这样，龙王以自己的身体为屏障，让佛陀在暴雨中依然保持干燥温暖，整整1日1夜，风雨不辍。而这位沉默的护法龙王始终守护在佛陀身旁，一动不动。到第7天黎明时分，风雨停歇，阳光重新洒落大地。龙王见佛陀从定中出定，便轻轻将身躯放低，恭敬地化成人形，向佛顶礼请安。佛陀也对这位善良的护持者投以慈悲的微笑。据说正因为这段因缘，佛陀后来特地向这位龙王传法度化，令其成为佛门的护法善神之一。第6天的传说展现了天地万物对佛陀的拥戴与礼敬，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象征着佛陀在定中超越了对自然环境变化的苦乐感受。严寒暴雨不能动摇他的定力分毫，他的心与宇宙融为一体，连动物也来护持圣者的安稳。终于来到了关键的第7天，经历了前6天种种身心的极限挑战，悉达多太子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清明境界。他的内心烦恼业障如同被涤净的尘埃，一念不生，智慧与慈悲在心中酝酿到极致。就在第7日晚里，天快破晓时，东方天空升起了一颗明亮的晨星。悉达多恰好睁开双眼，目光投向那颗闪烁的明星。就在凝视晨星的一刹那，他心中最后一层迷雾烟消云散，所有的疑问全都得到了答案。此刻，他彻底觉悟了。悉达多体验到宇宙人生的终极真相，证悟了4圣谛与缘起的法则，达到了无上正等正觉。他成为了佛陀，也就是真正觉醒的人。据说佛陀在悟道的瞬间，内心涌起无比的欢喜与感叹。他发现众生一直以来苦苦追寻的解脱，其实早就在自己心中了。佛陀由衷地感叹世人愚迷。传说他说出了这样的话：奇哉奇哉，大地一切众生其实都具备如来的智慧和德性，只因为被妄想执着蒙蔽，才无法正的觉悟。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呢？说白了，佛陀亲证到所有众生本来就有佛性，也就是成佛的潜能，并非只有他特别。但是人们因无明、无知和执着而陷于生死轮回，看不清自己本具的光明。佛陀看到这一点，内心既欣喜又怜悯。欣喜的是，原来众生皆有希望成佛；怜悯的是，大家却被自己的妄念所欺骗，继续受苦而不自知。就这样，经过7天7夜的艰苦内在奋战，悉达多太子终于蜕变为释迦牟尼佛，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他彻悟了生死的真理，找到了脱离苦海的方法。此时，他从菩提树下起身时，已经不是寻常凡人，而是一位拥有大智慧、大慈悲的佛陀。值得一提的是，传说在这7天中，佛陀完全沉浸于禅定，未曾进食1粒米。
更没有起身离坐半步，甚至连生理排泄都停止了，整个人进入一种忘我的超常状态。直到成道后，天界的帝释天及印度神话中的因陀罗天王亲自献上一种名叫诃离勒的药果给佛陀服用，帮助他润肠通便，还奉上香洁的杨枝和清水，让佛陀漱口洁面。可见这7天，佛陀确实达到了身心寂静到极点的程度，连基本的生理需求似乎都暂时超越了，实在令人惊叹。当然，我们也不要误以为7天成佛是很轻松的事。悉达多能在7日内觉悟，是建立在多年修行基础上的。在此之前，他已经历6年苦行，甚至从小就在冥想思考人生问题。佛教更进一步说，释迦牟尼在无数过去生中早已广行善事，修菩萨道，积累了深厚的智慧和福德资粮，临门一脚才于7日内水到渠成。如果没有长年累月的坚持与酝酿，一般人别说7天，就算打坐7年7劫也难以成佛。所以7天成佛并非偶然的神话，而是量变引起质变的结果。不过佛陀的成道经历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振奋人心的事实，成佛并非遥不可及，每个人只要找对方法，经过努力都拥有开悟的潜能。这也正是佛陀想要传达给世人的重要讯息。悟道成佛后的释迦牟尼从菩提树下站起身来，迎着晨光长长舒了一口气。他已经找到了彻底离苦得乐的答案，接下来该怎么办呢？他面临着一个选择，究竟是就此入涅槃，彻底解脱，不再管世间事，还是留下来把自己发现的真理告诉世人？相传刚开始，佛陀心中也曾犹豫，他想，我所觉悟的法太深奥微妙了，常人被无明覆盖，恐怕很难理解。如果我讲出来，会不会没有谁真正听懂呢？那岂不是白白浪费心力？佛陀有点倾向于独自享受解脱的宁静。然而佛陀毕竟悲心深重，他想到芸芸众生仍在黑暗中摸索，如果有人能领会他的方法，就能减少很多痛苦。正在此时，传说天界的梵天王感应到佛陀的迟疑，特地化作婆罗门长者来到佛陀面前，双膝跪地恳请道：世尊对佛陀的尊称，请为众生说法吧。世上仍有许多心地善良烦恼轻的人，他们就像眼睛只被一点点尘土迷住，一旦听闻您的教导，就能看清真理。请您为了这些有慧根的众生开演妙法，引领他们走向光明。梵天的请法让佛陀大为感动，他想到自己过去寻遍名师不得要领，而今终于开悟，若不把这甘露法门与他人分享，实在是怜惜众生之心不够。于是佛陀决定留下来，以45年的岁月奔走教化，将真理之光散播人间。他说干就干，立即起身前往恒河对岸，准备去度化最初的有缘人。佛陀首先想到的是过去和他一起苦行的5位老伙伴。尽管当初他们离他而去，但佛陀知道这几人品性不差，也一直在追求解脱道。如果让他们知道自己已经悟道，肯定愿意听闻教法。于是佛陀一路徒步来到鹿野苑。当时在波罗奈斯城外的一片森林公园，有许多梅花鹿自在出没，因此得名。遥遥的他看见五比丘，那5个曾与他同修苦行的人就在鹿野苑中。他们起初见悉达多走近，还私下议论，你看那位太子放弃苦行了，如今怎么好意思回来？然而当佛陀真走到他们面前时，他身上所散发的平和光辉气质令5人不由自主地肃然起敬，再也生不出轻视之心，反而迎上前去请他坐下休息。就这样，佛陀在鹿野苑第一次向他人宣讲自己悟道的真理。佛教把这一刻称为初转法轮，意思是佛陀首次推动真理之轮在世间转动。那天他向五比丘讲述了四圣谛的道理，即苦、集、灭、道4个真谛。佛陀开门见山地指出，人生在世，无论贵为太子还是卑如仆役，都充满各种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愿长久、求不得等等苦恼缠身，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苦谛，这些苦不是毫无原因的，其根源在于人们内心的贪欲、嗔恨、愚痴等烦恼。正是这些集聚的烦恼业力，导致我们一再受苦，生死轮转。极谛，但是
苦既然有因，就一定有办法止息。当彻底断除贪嗔痴等烦恼，解脱的安乐涅槃便能实现灭地。而要达到这个目标，也不是没有路径可循。佛陀接着提出了解脱苦海的方法，八正道，也称八圣道，分道地。八正道包括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涵盖了从观念、道德行为到禅修智慧的完整修行方向。五比丘聚精会神地听佛陀讲法，越听越觉得豁然开朗，仿佛黑暗中看到了一条光明出路。当佛陀讲完后，他们一一证悟了佛法的道理，心中烦恼暂息。当下就有一人悟得出果，于是座下的5人当场皈依了佛陀，成为他最早的出家弟子。这就是佛教历史上著名的五比丘皈依。从此僧团正式成立，佛陀也开启了他的传道旅程。释迦牟尼佛从成道那一刻起，直到他80岁离开人间，45年的光阴几乎都在云游各地说法度人。他走村串城，不辞劳苦，为国王、大臣、婆罗门、平民，甚至乞丐、妓女等各种身份的人讲经说法，只为将离苦得乐之道广传开去。佛陀的弟子队伍日益壮大，出家僧人与在家信徒数以千计。为了不同根器的人，他随机应变地传授了无数法门。有人需要听冥想禅修的方法，有人适合以观察呼吸入手，有人善根深厚，能明白高深的哲理。佛陀就讲缘起性空的妙义，有人愚痴执着，佛陀便讲因果轮回的道理来警醒他们。种种教法浩如烟海，后世弟子将佛陀的言教结集成经典，流传至今。在这么多佛经当中，有几部经特别著名，也蕴含着佛陀对人人皆可成佛这一观念的重要启示。例如《法华经》，这是在大乘佛教中极负盛名的一部经典。相传佛陀晚年在灵鹫山为弟子宣讲了《法华经》的内容，其核心思想是一诚到底，人人成佛。佛陀在经中告诉大家，其实他出现在世间只是为了一件大事因缘，那就是开启众生的佛知佛见，让每一个众生最终都能成佛。法华经里面有许多寓意深刻的譬喻来说明这个道理，其中有一个三车喻，说的是一位富翁的房子突然失火，他急中生智，用羊车、鹿车、牛车的玩具作为诱饵，哄骗屋里贪玩的孩子们赶快逃出火宅。等孩子们逃到屋外，富翁却给了每人一辆更大更华丽的车，即白牛车，远超之前允诺的奖品。这个故事比喻佛陀面对众生被贪嗔痴大火所烧的危机，不得不权宜施教，用不同的车、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等各种方便法门引导大家离苦。可等他们出了苦海之火宅，最终都将获得一个终极的果报，佛成，也就是成佛之道。换句话说，一切修行道路的终点，佛陀都希望引领众生走向佛果，哪怕起初教导他们的内容深浅不同，目的地其实只有一个，这就是所谓诸法的一乘究竟。法华经还记载了一个著名的故事，8岁龙女成佛。龙女是一条龙王的女儿，年仅8岁就领悟了佛法的精髓。当时有些大弟子心存疑虑，认为一个龙族生的女子既不是人身又是女儿身，怎么可能那么快成佛？就在众人将信将疑之际，龙女当场现身，手捧一颗宝珠供养佛陀，然后瞬间化为一位南向菩萨，成就了佛道。这个情节在当时震撼四座，因为它打破了成见，证明哪怕是看似卑微的众生，只要悟道，依然可以成佛，根本不存在什么身份限制。法华经通篇都在强调每个人的佛性平等，以及佛陀善巧引导众生的良苦用心。可以说，这部经典旨在唤醒我们内心沉睡的佛性，让我们相信自己终有一天也能成佛。再说《金刚经》，全名《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部经典是佛陀对弟子须菩提开示般若智慧的内容，流传极广，尤其在汉地家喻户晓。金刚是一种至刚至坚、无坚不摧的宝石，因此《金刚经》得名，就是喻其智慧如同金刚宝剑，能斩断一切烦恼执着。佛陀在《金刚经》中反复强调一个观念：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简单的说，世间一切有形有相的东西，乃至一切情感概念，
其实都是缘起暂有，如梦幻泡影，终归无常变化。我们之所以痛苦，是因为太执着于这些虚幻不实的相，包括执着有一个不变的我，执着钱财名利，执着种种看法等等。佛陀告诉须菩提，菩萨行善时应无所住相，不着痕迹；度众生时也不应执着有能度者和所度者的分别心。用现代话讲，就是行善不求回报名声，修行不着自我执念。金刚经里有一句家喻户晓的经文，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句话几乎把佛教的智慧浓缩起来了。世间一切现象就像梦境、幻觉、泡沫、影子，如清晨的露珠转瞬即逝，又如天空的闪电稍纵即逝。我们应该这样去看待它们。如果能深刻体会这种无常虚幻，就不会对世间得失执着计较，内心反而得大自在。试想，我们平时为钱财烦恼，为感情纠葛，为名誉地位争破头，但从生死的长远视角看，这些有形有相的东西终究留不住，放不下反而自寻烦恼。佛陀的般若智慧就是要我们放下执着，包括对自我的执着，甚至对佛法本身，到最后也要放下，才能达到无挂无碍的解脱境界。金刚经从理论上阐明了空性，即一切现象皆因缘和合，了不可得的真相，也是要破除众生心中细微的烦恼执着，帮助我们觉悟。除了法华经、金刚经，佛陀在不同场合说的经文还有很多，例如讲慈悲喜舍四无量心的无量寿经，阐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涅盘经，精炼皆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心经等等。不管是哪部经，佛陀的教导万变不离其宗，指引众生认识真理，离苦得乐，最终成就佛果。而其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思想就是众生平等，皆有佛性，每一个人都拥有如来藏的智慧德能，成佛是我们本来的权利和命运。我们并不是因为佛陀加持才具备佛性，而是本自具足，佛陀只是帮我们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有人也许会问，如果人人本来都是佛，那我们现在为何又这么平凡，甚至愚痴、贪婪呢？这就好比一块价值连城的宝玉，被尘土掩埋在荒地里多年，看起来和普通石头没两样，但只要把灰尘洗净，宝玉立刻显露出晶莹光泽。佛性也是如此，我们之所以看不见自己的佛性，是被无明烦恼这些灰尘覆盖住了。释迦牟尼佛指出，我们忘记自己本来是佛，沉沦于生死悲欢中，就像一个富家子遗失了记忆，流落他乡当乞丐，受尽苦头却不知道自己家里有取之不尽的财富。佛陀的出现就是为了唤醒我们这些迷路的孩子，告诉我们，嘿，你不是乞丐啊，你本是拥有无限宝藏的富翁，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他教我们修行的方法，就是在教我们一点一点拂去覆盖自性的蒙尘。当尘垢尽除，真心显现时，我们自会发现，原来自己与诸佛无二无别。佛教中常说自性清净，意思是我们的本性本来清净无染，就如同天空本来蔚蓝，但因为飘着乌云看不见太阳。修行就像吹散乌云的过程，太阳不是吹出来的，而是本来就在。从这个角度看，每个凡夫和佛陀的差别只在迷雾之别。佛陀是已经完全醒来的人，我们则还在梦中，但梦中人终究有醒来的可能，因为他有醒着的本性。正因为相信人人可以成佛，佛陀对任何众生都一视同仁，充满耐心和悲悯。他不放弃哪怕杀人无数的强盗，譬如教化了可怕的阿育王成为护法居士，不看轻哪怕身份低微的贱民，比如度化了清扫街道的罗都、婆罗门成就出果。在他眼里，每个人都有无限的潜能，哪怕一时愚痴造业，只要愿意改过向善，佛性终将展现。中国有句佛教俗语，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说的就是无论多坏的人，只要当下真正觉悟，断恶修善，也能转凡成圣。佛陀成道后经常提到一个概念，叫六道轮回，这是理解佛法解脱观念的一个重要背景。六道是指6种众生的生存境界，也可以说是6种可能的生命形态。按照佛教的宇宙观，众生在生死相续中可能投生于天道、阿修罗道、人道、畜生道、
恶鬼道、地狱道这6个去处之一，不断轮转，没有出头之日，听起来很玄，对吧？我们可以一边了解6道的含义，一边对照看看，其实6道的状态在现实人生中也处处可见。第一是天道，天道的众生也就是所谓天人、天神，他们生活在欲界、色界或无色界的诸天天宫。天人的特点是寿命长、快乐多，几乎没有痛苦。传说天人享受美食美景，不需要劳作，身体庄严光洁，拥有神通法力，简直快活似神仙。乍一听，天道像是天堂乐园，谁不想去呢？但是佛教指出，天福享尽，依然堕落。天人虽然活得久，但寿命也有尽头，一旦福报耗完，就可能从天堂跌回人间，甚至更低的道去，并且因为天人的生活太安逸，他们反而缺乏警惕心和上进心，不太会思考解脱的问题。就好像一个人如果一辈子都大富大贵、顺风顺水，反而不容易意识到人生无常，难以生出强烈的追求真理之心。因此佛教认为，天道的快乐其实也是一种障碍。在现实中，我们或许见不到神仙，但有些人一出生就在人间天堂，家庭富裕，相貌端丽，才华过人，一生中似乎没受过什么挫折苦难。如果他们没有正确的引导，很可能沉迷于享乐，忘记了生命还有更深的意义可探寻。这种状态就类似于在人间的天道。第二是阿修罗道，阿修罗也称阿修罗，修罗传说是介于天人和人之间的一类神奇或半神。阿修罗道的特点是既有福报又好斗、嫉妒，他们有的住在海洋或山洞中，有的住在半空漂浮的宫殿里。阿修罗往往骄傲自满，脾气暴躁，经常与天人争斗不休。虽然他们有一定神力福报，但内心因妒火中烧不得安宁。可以把阿修罗想象成那种有权有势却脾气很差的人，拥有不少资源，却总觉得别人比自己好而心生不平，于是争强好胜，斗争不断。生活中，有些人哪怕事业成功，家境优渥，却停不下争竞之心，时时与人攀比，或好权力好斗争，为了一点名利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这样的人其实活得很不快乐，因为内心那股妒火烧得自己也燥，就算拥有很多，仍旧不满足，总想压别人一头，结果徒增烦恼。第三是人道，人道就是我们人类所处的世界。人之所以宝贵，在于人道，苦乐参半，机会难得。人既没有天人那么长寿快乐，也不像地狱、恶鬼那样极度痛苦。人生充满挑战和苦难，但也能体验喜悦、爱情、友情、成就等等幸福时刻。正因为苦乐交织，张弛适中，人更容易意识到人生问题并寻求解答。佛经常说人身难得，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好不容易生而为人，千万别浪费了大好机会，应该利用这难得的人生来修行，争取解脱。天道太乐，地狱太苦，唯有人间最适合作为修行的道场。我们现在活着的人，自然就在经历史无前例的挑战与机遇的同时，也能观察世事无常，从而激发修行的动力。人间的苦与乐，就像一所最佳学校，敦促我们学习觉悟。如果不好好修心，很容易一念之差，就在人世活出了畜生道或恶鬼道的状态。反之，也有人能活出天堂境界，内心安详富足，乐善好施。所以在人道中修行，是最方便观察各种法则，并进行自我改变的。第四是畜生道，畜生道指动物界的众生，包括飞禽走兽、水里的鱼虾、陆地的牛羊虎豹等等。畜生的共业是愚痴和弱肉强食，他们缺乏高级智慧，大多只知寻求食物、繁衍和基本生存，并且彼此之间存在残忍的捕食关系。动物世界固然也有可爱温馨的一面，但相对于人，道德和知识明显低得多。大部分畜生不能分辨是非善恶，更谈不上修行思考人生意义。因此佛教认为堕入畜生道是很可惜的，相当于智慧之灯被熄灭了，只能凭本能过活，甚至常常因愚痴而受苦而不知反省。然而我们是否发现，有时人也会活得像畜生一样？例如有人终日只知吃喝玩乐，满足感官享受，对精神提升毫无兴趣，或者懒散愚痴，不思进取，只为生存而活，毫无人生目标。
如果一个人陷入这种状态，其实就和畜生没有太大差别。另外，弱肉强食在人类社会中虽不至于真吃人，但形式上层出不穷，欺压弱者，剥削他人，商场上你吞我夺等等，这些都是将丛林法则搬上人间舞台。当人性沉沦到这种程度，生活的格局也就如同堕入畜生道。第5是恶鬼道。恶鬼道的众生也叫恶鬼或恶鬼，他们的特征是永远处于强烈的饥饿渴求之中。传说恶鬼大多骨瘦如柴，肚子大得吓人，喉咙却细如针孔，无论怎样进食都无法满足，那种求不得的痛苦煎熬实在凄惨。恶鬼道象征着极度的贪欲和匮乏感，他们的心里只能想到要，永无满足，却又始终得不到想要的，只能备受饥渴折磨。想想看，我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明明物质条件也不算差，但内心总是贪得无厌，永不满足。贪财的每天为多赚一点钱心慌，贪色的永远在追逐新的感官刺激，贪名利的永远嫌别人不够崇拜自己。这些人其实活得很不快乐，因为内心那个大胃王无论怎样都填不饱，他们就是在人间受着恶鬼道的煎熬。另外，有些人可能经历过贫穷或情感的重大缺失，导致心理上留下了一个填不满的洞洞，日后无论拥有多少仍觉欠缺，总怀疑不安，这也是一种恶鬼心态在作祟。所以佛教修行很重视少欲知足，让我们学会降低过度的欲望，知足常乐，不然一旦欲火焚身，就像恶鬼附体般永远处于匮乏痛苦中。第6是地狱道。地狱道的众生经历的是最极端的痛苦和绝望。佛教描述多种地狱，什么刀山剑树、油锅火海、冰寒地狱等等，总之各种酷刑无间，几乎没有喘息之机。地狱中的众生大多是因为生前造作了极重的恶业，例如杀人如麻、大奸大恶之徒，死后果报成熟才堕入地狱，长期受苦赎罪。在地狱道中，寿命极长，但每一刻都在折磨中度过，几乎看不到尽头。这听上去让人不寒而栗，但不要以为这只是神话夸张，在人世间也有犹如地狱的一面。战乱中的平民，遭受酷刑虐待的囚犯，疾病末期饱受折磨的病人，深陷精神疾病无边黑暗的人等等，他们的经历其实就是地狱般的苦楚。有时候，一个人被强烈的愤怒、仇恨、不安所支配时，那种心境也宛如自焚于地狱之火，一刻不得安生。因此，六道轮回并非单纯遥远的鬼神世界，在我们现实生活中都能找到对应的6种心态和生命品质。佛陀为什么提出六道轮回的观念？一方面，他确实主张生命不止一世，通过无数次轮回流转来体现因果报应。譬如坏人这辈子逍遥法外，但来世可能堕入恶道受报。另一方面，他也是要我们警惕自身的行为心念，因为一个人起心动念的善恶，当下就决定了他的道。好的念头让我们如处天堂，不善的念头则自招地狱火烧身。我们的心其实就是我们所处世界的投射。了解了六道的种种苦，会发现轮回真是件累人的事情。佛陀自己在成道之夜，以天眼通观察三世因果时，就看到无数众生如同被扔进苦海的浮萍，在六道中生了又沉，沉了又生，周而复始，非常悲惨。他深感不忍，于是下决心要帮助大家从这无尽的轮回怪圈里走出来。那么，如何才能脱离六道轮回，获得真正的解脱呢？佛陀已经为我们亲身探明了道路，那就是他教导的八正道，或者概括为3：学、戒、定、慧。通俗的说，可以总结为8个字：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再加上自净其意。这其实就是成佛的实践指南。首先，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讲的是戒律和善行。佛陀要求弟子们从最基本的道德做起，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等。为什么要守戒？因为不做坏事可以避免制造新的恶业和痛苦，多行善事，帮助他人，则是在累积福报，净化心灵。试想，如果一个人恶习缠身，天天伤害别人，内心肯定充满仇恨、不安、焦躁，这种状态怎么能平静觉悟呢？所以戒律不是用来束缚我们快乐的，恰恰是让我们不再自寻烦恼，
远离痛苦之网，做好人，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这是修行的第一步。即使我们不懂高深佛理，起码做到不违背良心，多一点善念善行，人生就已经在往光明方向转变了。接下来，自净其意，讲的是禅定和智慧。光有良好的品行还不够，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训练自己的心。佛陀教导许多禅修方法，例如观呼吸、安那般那念、观不净，以观想尸体腐烂来破除贪欲；慈悲观、修慈心对治嗔恨等等，目的都是为了让我们的心逐渐专注、平静、清明下来。今天流行的正念冥想，其实就源自佛陀的禅修法门。当一个人经常打坐冥想，观察内心时，他就更容易跳脱以往的惯性情绪，不再被烦恼牵着走。我们平常为什么痛苦？好多时候是一有负面情绪就被它控制，继而说出做出令自己后悔的事。而禅定训练让我们学会做情绪的主人，以一颗宁静觉照的心去面对生活。长此以往，心地干净了，智慧也就生出来了。所谓智慧、般若，在佛法中不是指世俗聪明伶俐，而是指对宇宙人生彻底如实的了悟。这种智慧的核心就是明白缘起，一切现象因缘条件和合而生，因缘散灭则消失，没有任何事物是恒常不变、独立自主的。了解这点，就知道痛苦也好，快乐也罢，都终将过去，我们不必紧抓不放。自我的观念其实只是一连串身心经验，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我。对外在的执着放下，内心的贪嗔痴也就根拔除了，这时候我们就真正自由了。这就是佛陀所说的涅槃，即熄灭了烦恼之火的境界。戒、定、慧三者其实环环相扣，持戒让生活祥和，内心坦荡，容易得定；禅定让心专注宁静，容易生智慧。智慧增长又反过来指导我们更好的持戒行善。当这个良性循环建立起来，我们走在解脱之路上就会越来越有力量。尽管成佛可能还很遥远，但我们已经在一步步脱离六道轮回的牵引了。佛陀曾说，他所传的法好比一艘筏，目的是载我们到彼岸解脱。过河后，筏子就可以放下，不必执着。也就是说，佛法是一套方法。当我们真正悟到实相时，就算不再背诵经典，遵循某种形式，我们依然解脱自在，因为真理已在心中。但是在尚未到彼岸之前，我们还是要依靠周集，认真跨越激流险滩，不然怎么能到达呢？现代人或许不一定都信来世解脱那么远的目标，但佛陀的智慧其实对我们当下的人生也大有助益。比如学习佛法可以让我们更理性地看待人生起伏，遇到不顺心，想到此意无常，苦时不至于绝望，享受幸福时也不至于沉迷而忘形。再比如明白缘起因果的道理，就会更加宽容善良，理解别人的过错多半出于无明，从而选择原谅和感化。扪心自问时，懂得种善因得善果，会更乐于行善积德，广结善缘。佛陀也强调自依止、法依止，让我们培养独立思考，以智慧为依靠的能力，而不是盲从他人或迷信权威。这在现代社会同样非常宝贵。可能有人会想，那些高僧大德才能开悟，我们普通人真的可以吗？佛陀的答案是肯定的，只要方向对，步伐不停，每个人终会抵达属于自己的觉悟彼岸。有的人走得快一点，有的人慢一点，但既然众生本具佛性，迟早会水到渠成。历史上也有不少例子，如禅宗六祖慧能，不识字的樵夫，照样大彻大悟；又如许多平凡在家人，因缘成熟时忽然开悟，顿悟本来无一物。可见悟道未必都是遥不可及的传说。我们当然不需要好高骛远，期望明天就成佛，但是我们可以每天让自己更觉醒一点点。面对烦恼时多一分觉察，不马上被情绪牵着走；面对他人时多一分善意和同理，不狭隘自私；面对选择时多想想因果，不做让自己后悔的事。这些都是在扎扎实实的践行佛法。释迦牟尼佛用7天时间完成了人生最伟大的蜕变，从苦修者成为了正觉佛陀。但对于我们而言，更重要的是，佛陀留下的智慧之灯已经点亮了2000多年，至今仍照耀着无数迷茫的心灵。佛陀在涅槃经中说，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句话值得我们永远记住。当我们自暴自弃，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时，想想佛陀对我们的期望，你本来清净庄严，能够觉悟成佛，只是暂时被无明烦恼缠住了。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该小看自己内心向善、向光明的力量，更不该轻言放弃。或许我们无法像悉达多太子那样舍弃一切去菩提树下静坐7日，也无法复制他成道时那般震古烁今的传奇经历，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学习佛陀的精神，勇于追寻真理的勇气，面对内心黑暗时的毅力，对众生苦难的悲悯，以及觉悟后责备天下的无私。佛陀的故事不是要我们惊叹完就算了，而是要唤起我们内在沉睡的佛性。哪怕我们还有这么多缺点烦恼，只要开始发心学习佛陀的觉悟之道，每个小小的进步都是在靠近解脱。最后，不妨给大家留一个发人深省的画面做结尾。相传佛陀成道后，有一天在恒河岸边沉思，弟子问他在想什么，佛陀微笑着指了指地上的落叶说，如果我讲我悟到的全部真理，哪怕像这地下的落叶一样多，众生也听不完，学不完。但我所说的法，就像我手中抓的一把落叶，只取其中最重要、最契机的部分。是的，佛陀已经把最重要的法门传给我们了。无常、无我、涅槃、八正道、慈悲喜舍，这些宝贵的叶子足够我们受用一生，甚至生生世世。只要我们愿意依教奉行，哪怕起步再晚，也会离开黑暗森林，走向属于自己的菩提树下。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在你眼帘，不妨想起那位在晨星下开悟的伟大觉者。当夜深人静，闭目打坐，不妨意念佛陀7夜降魔的坚定意志。佛陀已经为我们做出了示范，从凡夫到佛陀，其实只有一念之隔，但这一念需要长久的累积和智慧的引导。我们或许无法7天成佛，却可以每天都往佛的方向多走几步。正如一句话所说，众生是未觉悟的佛，佛是觉悟的众生，觉悟之路就在脚下，就在当下每一个转念之间。愿我们都不忘自己的本来面目，勇敢踏上修行的旅途。也许有一天，我们终将惊喜地发现，原来自己也能跳出茫茫6道轮回，证得那本自具足的清净佛果。而那时，回首再看释迦牟尼佛当年菩提树下的一笑，想必我们更能体会其中深意。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您听得有所感悟，不妨从现在开始，试着将佛陀的智慧融入生活点滴。毕竟人人皆可成佛，这不是神话，而是佛陀亲口对我们许下的庄严承诺。只要照着佛陀教导去实践，我们也一定能一步步远离苦海，最终抵达解脱的彼岸。谢谢您的耐心聆听，我们下次再聊别的佛法小故事吧。愿大家吉祥如意，早证菩提。